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本在心理学领域有着极强影响力的书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这本书是由岸见一郎和古贺史健一起创作完成。岸见一郎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，研究阿德勒心理学研究了几十年，还在医院给青年做心理辅导的工作。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古贺史健在20多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读到了岸见一郎写的介绍阿德勒的书，他马上被这种颠覆常识的思想所折服，于是连续数年拜访岸见一郎，两人一起合力写出了这本《被讨厌的勇气》。阿德勒和弗洛伊德、荣格并称心理学三大巨头。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本《被讨厌的勇气》说的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思想。阿德勒特别强调，人无一例外都可以改变。我的力量无穷大，如果我改变了，那么世界就会改变。按照这个逻辑，每个人都有可以获得幸福的能力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勇气。很多人一看这个书名《被讨厌的勇气》，可能会想，难道我要故意招别人讨厌，散发负能量吗？其实不是，这里说的被讨厌的勇气指的是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不害怕被人讨厌，不刻意追求他人的认可，因为这些是通向自由和幸福的终极道路。可以说，阿德勒的这些观点像是一记哲学和心理学的重锤，敲在很多人的心上。这是一种非常笃定的思考模式，也是我们这些空心的、焦虑的、飘忽的现代人非常缺失的信念。你可能觉得阿德勒人家是大心理学家，很成功，很幸福吗？他喊一句每个人都有获得幸福的能力这样的口号，很容易呀。但如果我们了解阿德勒的成长背景，就会知道他也曾经和我们很多人一样，觉得自己不幸，讨厌自己，会自卑，会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喜爱。他也曾认为自己没有价值，无法接纳真实的自我。要知道，阿德勒从小个子就很矮，还驼背，成绩也非常差，可想而知，他从小就不怎么受人待见。而且他还有一个人见人爱的亲哥哥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阿德勒经常被拿来跟哥哥做比较，这让阿德勒从小就非常自卑。但是即便有这些经历，阿德勒也决定不要向命运低头。他说，我们虽然无法改变自己被给予了什么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如何去利用这些被给予的东西。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我的力量无穷大，只要我改变了，世界就会改变的思维方式，阿德勒不断和自己和解，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成长功课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意林读书，每天一本好书，带你踏上思维与财富的双重升级之旅。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很适合重读阿德勒的思想，因为这个时代，不管是技术还是思想，更新迭代的速度太快了，很大程度上，你需要在你的赛道上有一种持续爬坡的能力。比如，我们会经常看到很多年少有为的人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享受着极高的荣誉，但这种成就却很难持续下去。这是因为一旦身边不再充斥着鲜花和掌声，他们往往接受不了。他们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内部自尊体系，而阿德勒的思想会告诉你，你的成功和幸福与其他任何人无关，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你自己。阿德勒的思想会帮你建立起这套内部自尊体系。接下来，我将分成2部分为你分享这本书。第一部分我们说说，我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？第二部分说的是，如何拥有所谓的被讨厌的勇气。在阿德勒看来，如何找到那种自由、幸福的状态。第一部分，我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的不幸是谁的错？我们的烦恼都源自哪里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来说说阿德勒的一个核心思想，那就是你可以自己做选择。具体来说，你的人生不是由别人赋予的，而是你自己选择的。你的选择与其他任何人无关，与过去发生的经历也无关。这是阿德勒与弗洛伊德最根本的区别。举个例子，在这本书里，作者提到了一位女学生，她的苦恼是害怕见人，一到人前就脸红，说是无论如何都想治好这种脸红恐惧症。哲人问她，
如果这种脸红恐惧症治好了，你想做什么呢？女孩回答说，有个男孩子，她很喜欢，很想交往，但因为有这个脸红的毛病，一直不敢表白心意。女孩还表示，一旦治好脸红恐惧症，马上向他告白。听到这，我猜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，这个女孩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幸？这是谁造成的？可能是从小受到过父母的羞辱，导致见到陌生人就害怕，又或者是在爱情中受到过严重的伤害。如果你这么想，弗洛伊德会很同意你的观点。用过去的经历，尤其是童年时期的心理创伤，来解释现在的不幸，看起来是很有道理。但是阿德勒不这么觉得。阿德勒说，如果一味靠过去的原因来解释事物，就会陷入到一种绝对的论断，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的全部都是由过去的经历所决定的，而且根本无法改变。这种观点叫做原因论。与原因论相反，阿德勒倡导的是一种目的论。目的论会说，之所以女孩会患上脸红综合征，又总是治不好，不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疗法，而是因为她的这种不幸是自己的选择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在阿德勒看来，目前对女孩来说最害怕、最想逃避的事情，就是被自己喜欢的人拒绝，是失恋可能带来的打击和自我否定。但只要有脸红综合症的存在，他就会想，我之所以不能和他交往，都是因为这个脸红综合征。这样就可以不必鼓起勇气去告白，即使被拒绝也可以说服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可以抱着如果脸红恐惧症好了，我也可以拥有爱情之类的想法，一直活在幻想中。当然了，这个脸红恐惧症不是他想象出来的，是真实存在的，但它依然是女孩自己的选择。通过刚刚这个例子，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阿德勒的这个核心思想。阿德勒说，现在的你之所以不幸，正是因为你自己亲手选择了不幸。你之所以无法改变，是因为自己下了不改变的决心。下面再给你说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现象，自卑感。他描述的是，只在和别人比较时，由于低估自己而产生的那种不良的情绪体验。顺便说一下，第一个这样解释自卑感的人就是阿德勒。阿德勒用的是德语，德语里的这个词也表示劣等感，是一个关于自我价值判断的词，也就是感觉自己没有价值，感觉自己微不足道。在阿德勒看来，其实人人都有自卑感，但是自卑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为什么呢？阿德勒说，我们人类是作为一种无力的存在活在这个世界上的，每个人都希望摆脱这种无力的状态，于是人人都会追求优越，人人都渴望进步。蹒跚学步的孩子学会站立，是在追求优越性；他们学会语言，与其他人沟通，是追求优越性。人类历史上科学不断进步，也是追求优越性的结果。可以说，自卑感是人不断追求卓越的一个动力源。自卑感让人时刻感到自己的不足，从而不断努力进步。但你肯定能想到，生活中我们也见很多人，他们因为自卑变得特别消极，他们什么都不做就断定自己不行，想让他们改变比什么都难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阿德勒说，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叫自卑感了，应该叫自卑情结。自卑情结指的是，有些人会把自卑感当作某种借口来使用，就像是我因为长得不漂亮，所以找不到对象，或者我因为学历低，所以无法成功这样的想法。这种大肆宣扬因为有 A， 所以才做不到 B 的结论，就已经超过了自卑感的范畴，是一种自卑情结。而且阿德勒特别强调，这种自卑情结还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听到这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自卑情结来做自己的保护伞呢？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，那就是他们都避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受伤。在阿德勒看来，人际关系是一切烦恼和不良情绪的源头。为什么呢？试想一下，一旦想要实现不在一段关系中受伤这个目的，大多数人会怎么做？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的缺点，
尽量不介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。如此一来，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，就可以尽可能少地和别人发生关联，万一遭到别人的拒绝或者伤害，还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安慰自己，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才会遭人拒绝，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，也会很讨人喜欢。可以说，只要选择把自己的不幸当作武器来用，那人就会一直需要这种不幸。人际关系带来的烦恼，除了自卑情节以外，还有一种常见的心理，叫做优越情节，就是到处跟人比，充分地炫耀自己的优越性。这种人其实是想要借助别人的不幸来显示自己特别，他们事事总想压别人一头。你说这样的人快乐吗？当然不。只要他觉得有人超过了自己，就会感到焦虑和不安，甚至会不择手段地夺回优越感。你看，任何人只要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，就都会感到烦恼。所以阿德勒说，人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。要想消除烦恼，恐怕只有一个人在宇宙中生存。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了。阿德勒认为，一切烦恼都来源于人际关系。决定我们目前状况的，不是过去的经历，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。你的一切现状都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阿德勒的心理学也是一种关于勇气的心理学。如果你是一个正在努力克服挑战的人，如果你是一个不安于现状，在奋力攀登人生的另一座高峰的人，你需要这种主动赋予过去经历意义的勇气，你需要主动选择改变的勇气，你也需要在各种关系中被讨厌的勇气。第二部分，如何拥有所谓的被讨厌的勇气，如何找到那种自由幸福的状态。从一切烦恼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个观点出发，阿德勒认为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三大人生课题，分别是工作课题、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。乍一听，你可能会说，这三大课题都离不开我们这个复杂的社会网络。那是不是就意味着，想要处理好这三大课题，就要花大量的心思在别人身上，尽力维护好这个我们身边的关系网呢？当然不是。阿德勒说，处理好这三大课题，不靠别人，还是靠自己。阿德勒想帮我们从内部建立一套完整的自尊体系。这套体系的建立需要具体的行动，更需要心理层面的建设。先来说行动层面，咱们还是先从一个常见的现象说起。有个不爱学习的孩子，上课不听讲，回家不好好做作业，天天就知道打游戏。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会怎么做？大多数情况下，你应该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学习，上辅导班，请家教，有时候也免不了耳提面命，不做完作业就家法伺候。但结果你也能想象得到，这种强制性的手段很少会让孩子发自内心的爱上学习。当然，也会有家长会把心思花在引导孩子的学习兴趣上，但从阿德勒的思想出发，这都不重要。你首先要考虑的，并不是怎么才能让孩子学习这个目的，而应该是孩子学不学习，这是谁的课题？学习这件事是孩子自己的课题，与此相对，父母命令孩子学习，就是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，这样就免不了冲突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课题与别人的课题区分开来。咱们前面提到了，阿德勒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，这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，人际关系造成的烦恼其实都源于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，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干涉。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，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。说到这，你可能还是不同意，让孩子学习应该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，至少也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共同的课题，怎么会是妄加干涉别人的课题呢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在判断是谁的课题时，你只需要考虑一点，这种选择所带来的结果，最终要由谁来承担。如果孩子选择不学习这个选项，那么这种决断带来的后果，像是成绩不理想、考不上好学校等等，最终的承担者不是父母，而是孩子自己。所以学习是孩子自己的课题。但要注意的是，这并不意味着阿德勒的心理学是在推崇放任主义。
放任主义是一种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孩子在做什么的态度。阿德勒的思想不是放任主义，阿德勒提倡在了解孩子干什么的基础上，对他进行保护。父母要随时准备好给孩子提供充分的支持，在孩子没有向你求助的时候，不去指手画脚。这就是课题分离，你需要把帮助孩子成才的课题和孩子对自己学习的课题区分开来。课题分离是建立内部自尊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，也是一个很具体的行动指南。说完了行为层面，我再来看看在心理层面如何建立这套稳定的内部自尊体系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类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，天然就喜欢得到认可，没有人喜欢被人指责、被人讨厌的感觉。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，从人类的这种喜欢被认可、讨厌被排斥的天性出发，想要不被任何人讨厌，我们需要怎么做呢？最有效的答案一定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看着别人的脸色，并对你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人表示忠诚。假如周围有10个人，那就对这10个人都做出保证，我会努力让你感到满意。但请注意，此时有一个大矛盾在等着你，因为一心不想招人讨厌，你会表示忠诚于这10个人。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，没有人能够做到让所有人都满意。之前的这种承诺，不久后就会被拆穿，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失去信用，让自己感到更加痛苦。总而言之，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而活，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别人，这是对你身边的人不负责，也是对自己不负责。相反，阿德勒心理学否定追求他人的认可。阿德勒说，正是对别人认可的追求扼杀了你的自由。我们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活着，他人也不是为了满足你的期待而活。如果一味寻求认可，在意别人的评价，那最终就会活在别人的人生中。所以，在阿德勒看来，真正的自由就是能够有勇气被别人讨厌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别人讨厌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一种状态。阿德勒是想告诉我们，被讨厌是自由生活的一种证据，是你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表现。想要行使自由，就需要付出代价。而在人际关系中，自由的代价就是不被别人接受。换句话说，不想被人讨厌是我的事情，但至于你是否讨厌我，和我无关，那是你的课题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阿德勒心理学是如何看待价值感和幸福的。前面我们说到，阿德勒认为人际关系是一切烦恼的来源，但阿德勒还说，人际关系同时也是幸福之源。人际关系带来的幸福，可以是低级的幸福，也可以是高级的幸福。低级的幸福是在人际关系中比较得来的，比如上学的时候，你的考试成绩比班上其他人都好，回的第一，你感到很幸福。工作的时候，你的收入比同龄人都高，你感到很幸福。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孩子比其他人的孩子更优秀，你依然会感到很幸福。但是阿德勒说，这种幸福只能算是一种低级的幸福。你的幸福必须建立在别人的某种不幸福上，而高级的幸福来自人际关系中的共同体感觉。这是阿德勒心理学中的关键一点。作者岸见一郎说，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阿德勒心理学。那什么才是共同体感觉呢？其实说的就是一种持续的贡献感。家庭、学校、单位都可以是共同体。在家庭这个共同体中，你的幸福来自于被家人需要。在单位这个共同体中，你能够为公司创造价值，也能感受到幸福。但我们也会经常看到，有些人一旦退休便立即没有了精神，因为他们不再被需要，这就是突然失去了那种在共同体中的贡献感，他们感到不幸福。相反的是，有些富豪已经拥有了一生也花不完的巨额财产，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继续忙碌地工作着。为什么要继续工作呢？是因为有更大欲望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所需要的仍然是保持着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感。这种幸福不是靠和谁比较得来的。
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共同体感觉，一种持续有价值的对他人的贡献感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贡献感依然与他人无关。阿德勒反对为共同体牺牲自己。阿德勒强调，这种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来实现。你追求幸福的起点和终点依然汇聚在自己身上。你的贡献和价值虽然是在这个共同体中得以体现，但最后的结果依然与他人无关。你不需要他人的肯定或者回报。总结，你发现没有，阿德勒所倡导的这种思想放在今天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形象的词来阐释，那就是闭环。确切地说，应该是打通自身的闭环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行动、你的思想都应该在你自己身上形成闭环。比如说，你赞扬别人，就会不自觉地想要别人接受你的赞扬；你向别人道歉，就会特别关注别人是不是会原谅你。但阿德勒的思想告诉我们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心里相信这么做是对的，做这样的事有意义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给出你的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